嘛？家里冰箱那么多肉，哪够放啊？这个切了烫火锅最好吃了。这是红肉。你呀，你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问题。这红肉比例很高的，里面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是导致众多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吃肉本来就不利于身心健康，还是一种欲望的体现。有欲望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上进心是一种积极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吃草就真的清心寡欲了吗？你看亚当跟夏娃就是吃苹果吃出事儿来了。这我可不认同。亚当跟夏娃堕落可不是因为吃苹果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誓言，而诱惑他们违背誓言的是一条蛇，是荤的。我一直喝这个牌子。这个打折啊，也是品牌。咱们分2辆车拿吧。你放过我吧。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要争取蓝小婷那个案子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汤总已经把利弊说得很清楚了，而且这个案子会很麻烦。怕麻烦就不会当律师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心里特别想争取这个案子，我倒不是为了想劝人离婚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庞定芳这次肯定是有计划的出逃，而且做好一切准备了。你会不会太悲观了？你家太太在国内呢。这不是我悲观的问题，他这个时候真想保护他老婆，他就带着他一起逃了。这个时候把蓝总留在国内顶这么大一个雷，听不明白是吧？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们起诉洛薇玉兰的那个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法院已经立案了，但这个案子资料不少，开庭的时间估计不会太快。那胜诉的把握大不大？你什么时候突然对我的事儿这么感兴趣了？你们城与会不是铁定不参加洛薇玉兰的案子吗？我这不就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吗？少来！想知道什么？说。我就是跟别人打了个赌，你是代理律师，我当然赌你赢了。可是这庞定芳不是在国外吗？这人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，就算打赢了官司，执行不到财产，不也是白搭？谁说我们执行不到财产？只能说有难度。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调查和财产保全。吃个羊肉卷。我也喜欢吃这个，就它了。好。财产调查跟财产保全是必须的，但是呢，蓝小婷已经退出了一线管理多年了，我怀疑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家的资产，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全都变成了负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房产被抵押了。除了玉兰集团，蓝雅婷名下还有其他资产，有10几家高端的美容院和培训中心，我们也都申请查封。啊什么？查封啦！那当然了。最怕的就是查封。教育中心和美容院呢，从资产评估上来讲，都属于轻资产企业，一旦破产拍卖，根本不值钱。但是如果经营的话呢，就会有大量现金流。一旦查封，疫情恐慌的话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我觉得吧，这都咎由自取。如果不是因为太贪心，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但是，难道人人都像你一样，每天吃鸡蛋西红柿，社会就会处处充满爱了吗？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，人类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，不都是资本带进来的吗？你在浦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超级城市谈反物质，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虚伪。你就是为了自己的消极包裹上了一层淡薄的包装。
我觉得你也没有立场说我虚伪吧。虽然你有正义的理由，但你走的是一条充满谎言的路。你这样的生活，不就是因为你追求所谓的成功吗？如果你少一点上进心，那么你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靠谎言来实现的正义，真的是正义吗？你击中我的要害了，我也要击中你的。房子找到了吗？马上。刚才问了我那么多问题，我也问你一个呗。蓝晓婷是不是去城议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习惯，每次撒谎的时候，同样的话都会重复很多次，好看。没有。胡说，没有。其实你不用保密了，蓝晓婷呢已经找遍了浦江所有的律所，就没有一个律师可以给她做代理的。城议会呢当初又坚持不做控方律师，所以他去找你做辩方律师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都在猜，是你们金总无意而为之，还是有意布的局？我们金总好像也没有答应要接蓝总的案子。再说他虽然聪明，但也没有那么深谋远虑。你们也太夸张了。宝贝，你做不做功课？你就是太天真了。你们老板可不像你这么天真，深谋远虑着。深谋远虑。秦律师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吃火锅啊？秦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跟你说俊辉是我未婚夫。公司也没有规定必须要上报所有的社会关系。既然陶律师是你的未婚夫，那西美公关的老总是我爸。胡律师，你真是太低调了。秦律师，我们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在律所说啊。有这么优秀的未婚夫，还怕别人知道吗？不是我们，就是我爸的事儿，你可一定要保密。对唐总也要保密啊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大大方方说出来，这肯定是一个加分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在意家境出身的，是吧，陶律师？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先别着急，我正在给你做一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酱料。让我等你一起。最后来点酸。还有最后一步，画龙点睛之笔。试探着请求，伸出手要一个理由，明知道是拙劣的理由。秦大力士牌御用酱料，新鲜出。谢谢你。可以吃了吗？我等你一起吃吧，火锅我喜欢2个人吃。只要你喜欢吃火锅，我都陪着你。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来。想什么呢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想吃火锅了。他想吃火锅，
真的想吃火锅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年底。恭喜你们！谢谢秦律师，刚好你也是俊辉的校友，也是我的上司，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秦律师特别忙，没时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。别瞎说。如果学长给我发请柬，我一定会来的。你不用勉强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参加婚礼的，而且咱们这层关系，你们俩也不用到场祝贺，不来没问题。俊辉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很熟。陶律师，我特别欣赏你的说话方式。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么说话的话，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哎，秦律师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跟菲菲的关系，就以后麻烦你不要让菲菲来我这儿打探洛维玉兰的消息了。不是秦律师让我打听的。不是吗？不是。吴非虽然是你的未婚妻，但她也是我的下属，我只是给我的下属安排工作而已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吴非以后就不用负责这个工作了，免得你们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秦律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矛盾。谢谢你啊，秦律师，我觉得你的安排没问题。不客气。饿了，回家吃火锅吧。秦律师，我们也吃火锅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吧。不用了。火锅还是你们两个吃吧。说。你干嘛呀？你一句话，我工作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呗，我养你。你不说了吗？律所的工作忙，上司又那么变态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可别瞎说。这下好了，我明天到了公司还得给人家陪笑脸。好不容易工作出点成就感，被你一句话全给我毁了。这不正好吗？不用陪笑脸，你们律所那么多高级律师呢，换一个上司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我就觉得秦律师是最好的，我要学就要跟着最好的学。哪儿值得你学呀？你要学法律，我可以教你。你不对劲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你学我，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。没有。你俩是不是有过节？你不饿吗？我也要吃火锅。快说啊！回家吃火锅了，吃火锅。肯定不对劲。开的有点快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。我觉得呢，人还是要想开一点的。虽然前男友要结婚了，他的女友又这么的年轻优秀，一定会对你造成一定的打击，但是你也不要太灰心嘛。你也很优秀啊，你现在不也是朝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旁边有车，旁边有车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罗威玉兰这个案子一定不顺利。陶俊辉这个人呀，胃不好，他只要碰上压力很大的事情，就会喝很多苏打水。我刚刚就注意到，他买了很多苏打水，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吴非在我手底下工作，所以吴非提供的情报不一定可靠。咪，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些事？是啊。你没救了，你的欲望已经让你屏蔽了一个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。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妈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海鲜粥。姨妈，我进来啦。还睡呢。姨妈，姨妈。单平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蓝总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将近7点的时候出去买东西，那时候我姨妈还在，我总共也就出去了40分钟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姨妈会想不开呀。单平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2件，你先检查一下你姨妈有没有带走她的护照。护照。护照还在。我姨妈是不会逃跑的，绝对不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按照严重程度来排除可能性，逐步的缩小范围。单平，你先把蓝总的照片，还有他临走时的穿着告诉我，然后再列一下他有可能去的地方。你在酒店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我去开车去。单平，以我对你姨妈的了解，她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你相信我，她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不是靠运气，所以她不会轻易放弃的啊！你等着我们。好，我在酒店等你们。通知刑事部的老沈，再叫上小潘和大方。反正找人这种事儿，人越多越好。喂，老沈，我是唐一慧。孙老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个你们管不了，那个你们没办法。那资格验证不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我的诉求很简单，我交了5万块钱会员费，现在很不满意你们的服务，要求退款。很合理吧？是你们违约在先的，你要是不退款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。别呀，你们收入那么高，我挣得多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李律师啊，这事也不能怪我们吧？孙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要接个很重要的电话，我说的你考虑考虑，过2天我再联系你啊。喂，唐总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要是有帮手，也可以一起叫上，但一定要可靠，不要到处乱说话。我懂了，那一会儿见。如果换的是你，你要高升企业部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还要回头去打那个官司难缠的婚姻部的这个离婚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就不信你能忍得住。麻烦帮我接一下电话。我在开车，什么事啊？蓝总失踪了。来了，挺着急了吧？小心啊，别烫到手。我给你盛。叔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？我能有什么压力啊？我帮你盛吧。我自己来。我觉得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奇奇怪怪的，本来说好要吃火锅的，怎么又该吃炒饭了？你是不是对秦律师有意见啊？我对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
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害怕，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有压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用你的笑来掩饰尴尬了，我可都看出来了。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很喜欢秦律师，觉得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独裁专制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不过秦律师在我们家庭部也算是女王一样的存在了，这种女人最容易给男人压力了。你是觉得她攻击性太强了，对不对？听你分析了这么多，你对她的看法改变了？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。哎，你知道我们那个2500万的案子的事儿吧？一直在找到底这件事情是谁泄露出去的，是我帮秦律师查的。最后查出来的那个人是秦律师的死对头呢。秦律师非但没有追究，连人情都没要。为什么？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。君子呢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周律师更是如此。就算见惯了人性之恶，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。暗地里使绊子，不光明正大，觉得也没意思。不管他有多少缺点，就光冲这一点，他就帅的没边儿了。他帅还是我帅？你跟他吃什么醋呀？你是醋王吗你？问你个正事儿。你们程宇会接了蓝小婷这个案子，你说秦师会不会成为这个案子的主理律师？应该不会，就算要接，应该也不是秦律师当主理律师，他是家庭部的律师，这应该算是刑事案件。也对啊。不对，秦律师不可能对不能处理的案子感兴趣。难道？你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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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刚买的黑糖珍珠双品奶茶呢，我就给你拿。谢谢。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差点要闯祸，还好。我们动作要再快一点。蓝小婷跟庞定芳要离婚了。慧姐，蓝总的别墅我刚刚去过了，不像有人在，周围还有很多讨债的人。你怎么也在这？谁通知你的？多个人多份力量。别墅这边天罗地网的，其他人那边有收获吗？我们刚去过女企业家协会的办公室，那边也有催债的人盯着。我和大方啊，从玉兰集团门卫那儿问到了，很久没有看到蓝总了。我们也看了监控录像，确实很久没有看到蓝总出入玉兰集团。要不您再问一下他亲戚朋友，看看是不是投奔他们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小谭，先这样啊。我姨妈没什么朋友，之前就跟我妈最亲近。我妈去世以后，也就跟我比较聊得来。除了我大舅以外，也没什么亲戚。我姨妈跟我大舅关系不好，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找他们。你先别急，至少目前为止，还没有警方和医院的消息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。这段监控录像我看了很多遍，你姨妈离开酒店的时候神志清醒，行动果断，没有任何犹豫或者是恍惚，所以我认为你姨妈出走寻短见的可能性不大。我倒是觉得她有可能是去见什么人。见谁？段平，我知道你跟你姨妈关系最亲近，但是亲近并不代表了解，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盲区。请你再回想一下，什么人对你姨妈来说非常重要，能够给你姨妈建议，你姨妈也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，而且非常信任她。
我姨妈最信任的，恐怕只有我姨夫了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我姨妈之前喜欢去福利院，跟一个校长关系不错，会不会？蓝小婷瞒着自己的外甥女，手机关机偷偷跑出去，肯定不单纯是为了看孩子。既然他是偷偷跑出去的，那他想见的人一定不让别人知道，甚至包括他的外甥女。你觉得还有谁能让他言听计从？庞定芳啊！我查了一下，旧金山到浦江最后一个航班在20分钟前就已经落地了。我是琴师，蓝总找到了，他没事，你们都放心。琴师说蓝总已经找到了，他没事儿，让咱们放心。我姨妈在哪儿啊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回事？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说这个琴师，他就说蓝总找到了，没事儿，让咱们放心。他也不说在哪儿就关机了。我来试试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... 蓝总，是我。从旧金山落地的航班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还没出来啊？出关比较慢，拿行李也需要时间。那我陪你等吧。那边有坐的地方，要不要歇会儿？不用不用，谢谢。不如咱们去那边坐着等吧。